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十分特殊的墓葬——老子墓，它是真实存在的，可关于它的墓葬千百年来始终是个谜。近年来，河南、安徽两地为了老子故里的名头，那是争论不休，谁都有依据，谁都没法彻底说服对方。说白了，大家缺的不是传说，更不是古籍，而是实打实的考古硬证据。为了终结这场千年辩论赛，考古队直接放大招，锁定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传说中的老子故里，准备开挖。谁也没想到，挖出一座中字形双墓道超级大墓，更炸裂的是，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居然真的出刻着子字。可就在大家兴奋的时候，接下来挖出的东西直接把所有人都震惊了。土层之下密密麻麻躺了十几具少女孩童的殉葬尸骨，如此残酷又野蛮的活人殉葬，直接和老子崇尚的道法自然、慈悲不争的思想背道而驰。难道这老子墓藏着什么隐情吗？今天我们就走进河南老子墓，一探究竟，一起揭开这个困扰中国千年的历史谜团。关于老子，我们现在能确认的是，老子写了《道德经》，开创了道家学派，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政治、养生、文化。可尴尬的是，所有核心细节全部模糊。老子具体生于哪一年，卒于哪一年，最终葬于何处，正史写得模模糊糊，后世记载更是互相矛盾。河南鹿邑说自己是老子故里，有太清宫遗址背书；安徽郭阳也说自己是正宗故里，有地方志佐证。两派学者引经据典，吵了几十年，论文发了无数篇。为了彻底终结这场千年学术拉锯战，国家终于立项组建专业考古队，进驻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开启系统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将这次发掘分成3大区域同步推进。第一块是隐山遗址，核心任务是寻找老子春秋时期的生活痕迹。第2块、第3块分别是太清宫前宫和后宫遗址，核心任务找后世祭祀痕迹和墓葬痕迹。看似任务简单，但实际操作难度极大。这片土地几千年一直有人住，一直有人建，一直有人修，朝代叠压极其严重。可是谁能想到，原本一场细水长流的文化溯源工程，直接一铲子挖出了整个豫东地区几十年难遇的超级大墓。考古最迷人也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子会挖出什么。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发掘现场都十分平淡，清理出来的全是近现代、明清、唐宋的碎瓦片、残砖块，都是后世居民生活和修建庙宇留下的普通遗存，没有任何颠覆性线索。就在大家以为这次发掘看不到头的时候，当地几位年长的村民主动找到了考古队，给队员们透露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本地秘密。村民说，村口立着一块千年古碑，祖辈代代相传，这块碑就是专门记载老子在此地降生、隐居和传道的记事古碑。考古队一听来了兴趣，立刻跟着村民前往村口考察。找到石碑后，发现石碑表面早已历经千年风雨侵蚀，边角已经斑驳，字迹也风化模糊，不过核心文字依然可辨。碑文清晰记载说，此地为老子旧里，隐圣居所，自古便是道家圣人修行栖息之地，历代相邻，官府皆在此祭拜祈福。村民说，这块石碑从他们有记忆起就伫立在这里了，而且这块古碑的模样显然不是后世现代复刻，是实打实的古石刻遗存。这一刻，所有人心里的悬念瞬间被拉满。前有地名传承，后有碑文佐证，所有线索都在指向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猜想：难道底下真的埋藏着老子的真身大墓吗？接下来，考古队经过对核心土层的发掘和筛查，突然发现一个怪异的土层迹象。原本松散杂乱的生活土层，突然变成了质地坚硬、颜色均匀，明显是人工夯实的夯土。懂考古的都懂，纯人工夯土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建房种地能搞出来的东西。只有高规格墓葬才会动用大量人力，
层层夯筑，压实土层。队员们瞬间精神紧绷，立刻调整作业节奏，开始小心翼翼清理土层。随着清理范围不断扩大，2个规整无比的大型土坑完整显露出来。这2个大土坑不仅形状工整，而且是对称布局。领队说，这一看就是精心规划的礼制遗迹。紧接着，考古队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只见一堆马匹骸骨一点点完整显露出来，令现场所有人瞬间喜出望外。2个大坑左右对称，每个坑里整整4匹完整驯马，它们姿态规整，排列有序，明显是规范礼制殉葬，绝非随意掩埋。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普通观众看的是坑里有马，而专家看到的是礼制信号。先秦时期，礼制森严到极致，所有人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那就是天子驾6，诸侯驾4，卿大夫驾2，士驾1。而此次发掘出的大墓，一次性殉葬4匹马，这不是普通贵族大墓，而是诸侯国君级别的墓。此消息一出，瞬间传遍工地，周边村民和各类文史爱好者纷纷赶来现场，议论纷纷。大家心里都有同一个疑问，这老子故里地下怎么藏着一座诸侯国君大墓呢？发掘还在继续，紧接着浅层夯土层中第一批陪葬器物陆续出土，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一批古朴精致的陶器，主要以磨光黑陶、灰陶为主，包含小口古副陶罐、浅盘高柄陶豆、3足陶粒、祭祀陶盏等器型。整体器型规整，胎质细腻，打磨光滑，没有粗制滥造的民间日用痕迹。但是此时考古队发现，这些器物的年代晚于墓葬下葬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些是后人放进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些陶器到底是不是先秦时期呢？种种谜团令考古队领队张志清越来越头大。于是，为了进一步弄清这批文物的具体年代，考古队专程邀请了国内先秦考古、道家文化、商周礼制3大领域的顶尖泰斗级专家邹恒和于伟超。2位专家接到消息，兴奋地立马赶赴鹿邑发掘现场。2位专家组抵达现场后，逐渐上手观察器型，通过比对纹饰、陶器胎质以及地层关系，最终给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振奋的鉴定结论。专家明确表示，这批陶器不仅是年代特征，还是礼制属性，都高度贴合春秋晚期的器物风格，和老子生活传道的时代高度重合。此外，2位专家向众人解释了这些器物在当时的用处是什么。首先，陶罐是贵族们用来储物和礼宴的专用器，而陶豆则是祭祀天地和先祖的核心礼器，普通人根本无权使用。从工艺细节还能明显看出，这批陶器烧制温度高，成型工艺成熟，纹饰简洁又不失庄重。结合出土地点为千年老子故里，又配套诸侯级驯马礼制以及高等级夯土墓葬形制，这批器物极有可能就是老子生活时代，甚至与老子本人活动相关的遗存。有了权威专家的重磅定论，直接让整个考古队士气暴涨，信心爆棚。所有人都笃定，这次真的挖到关键线索了，千年老子墓的谜底即将揭晓。在确定驯马坑、出土贵族陶器之后，考古队正式开启主墓室的精细清理工作。清理过程中，队员们先后发现了规整的夯土，以及人工修整的墓口台阶和分布对称的殉葬祭祀台面，还有一条超长延伸的墓道夯土遗迹。最终，这座大墓的完整结构终于曝光在众人面前。整座墓葬南北双向对外延伸，由一条超长对称墓道连接，中间包裹着一个巨型主墓室，整体结构对称严谨，规制极高，是先秦时期等级最高的中字形双墓道王侯大墓。这里必须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中字形墓葬在商周时期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那就是普通人没墓道，小贵族是单墓道，王侯级别才配双墓道中字形大墓。种种发现足以证明这座墓的规格，
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地方小诸侯的配置，完全是一方霸主、顶级国君的水准。此时悬念再一次被拉满，如果是地方国君墓，那这片区域史书应该有记载。可专家们翻遍史料发现，鹿邑太清宫一带从先秦到西周前只有一个陈国，但陈国国君墓早已被找到，就在离这个墓葬10几公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对应的知名诸侯封国。那问题来了，这么顶级的大墓到底是谁的呢？难道真是老子墓吗？眼下只有继续往下挖，才能找到答案。队员们干活速度都变快了，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千年谜题，千年争议，难道真的要在我们这一代考古队员手中彻底破解吗？现场所有人满心期待，坐等最终真相揭晓。可谁也想不到，真正的反转才刚刚开始。就在所有人信心爆棚，认定即将见证历史的时候，越往下挖，现场氛围越诡异，原本完美契合的线索开始一条条全部崩塌。首先迎来的是第一记重磅暴击，墓里出现了大规模活人殉葬遗迹。在队员精细清理墓室底部夯土层时，最先在主墓室西北角的殉葬龛位中刷出了第一片惨白的骨质碎片。起初大家以为是动物兽骨，并没有太过在意。可随着毛刷一点点扫去浮土，越来越多的骨头还有完整骸骨慢慢显露了出来。考古队见状，要求立刻停止大面积清理，启动人体遗骸专项保护流程，邀请体质人类学专家进驻现场，对所有出土骸骨进行鉴定。经过仔细鉴定，结果竟然颠覆全场。整座墓室一共清理出10余具完整殉人，并且等级分布清晰。其中有8具是15到22岁的年轻少女骸骨，她们的骨骼纤细，骨盆窄小，牙齿完好嫩，都是正值青春的少女。还有4具为6到10岁的孩童骸骨，她们的肢骨短小，头骨比例偏大，是典型的未成年孩童。剩余2具则是青年男性殉葬者，大概率是墓主的贴身侍从。所有殉人全部整齐排布在墓室四周，而且姿态规整，没有挣扎的痕迹，是典型的商代晚期至高等级贵族的标准化活人殉葬制度。讲到这里，很多人应该瞬间就能发现致命矛盾。我们回头看看老子的核心思想。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讲的是万物平等，自然共生。他提倡无为而治，善待众生，反对暴虐杀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充满温柔包容、自然悲悯的底色。一个毕生反对暴虐、推崇众生平等的人，怎么可能用10几条鲜活人命为自己殉葬呢？这根本不是风格不符，这是彻底相悖，完全不可能的。这一刻，考古队全员心态直接降温，从狂喜瞬间跌入疑惑与迷茫。刚刚建立起来的老子墓猜想第一次出现巨大裂痕，大家心里开始打鼓，难道我们从一开始就猜错了？这根本不是圣人墓吗？如果说人殉只是让人疑惑，那接下来南北果市出土的海量文物直接让全队彻底蒙圈。我们先来看南果市的发掘。队员在逐层剥离南果市淤土时，最先在果市南侧边角清理出第一件青铜戈，戈刃锋利，器形完整，深埋泥土几千年，依旧带着凛冽的金属质感。随着清理范围不断扩大，成堆的青铜兵器层层叠叠地暴露了出来。整座南果市专门作为兵器陪葬区，出土器物包含长柄青铜戈、青铜矛、青铜钺、短柄剑、3棱剑簇、青铜刀等等，全套用来作战的兵器。像青铜钺，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上古时期军权和王权的象征，只有手握征伐大权的诸侯国君才有资格陪葬。而超长柄青铜戈则是商周战场上最主要的作战兵器，用于大规模军团作战。整套兵器制式齐全，等级极高，杀伐气息拉满，完全是一位常年领兵作战的军事诸侯陪葬配置。可老子是什么人？老子主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极度反对战争，推崇止戈，倡导柔弱胜刚强，与世无争。
一个一生厌恶杀伐、看淡纷争的思想圣人，墓室里怎么会堆满杀人兵器、军权礼器呢？这完全说不通啊！再看北果市的发掘，北果市作为核心礼器陪葬区，淤土更深，文物埋藏更密集。队员们小心翼翼清理掉泥土后，震惊地发现成套成组的青铜礼器破土而出，包括大型青铜圆鼎、方形青铜方鼎、青铜簋、青铜尊等等顶级礼器。大家都知道，这些大型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最高等级的礼器，象征天命、王权和诸侯正统地位，普通贵族绝对无权使用。而且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青铜器器型厚重，纹饰华丽，铸造工艺炉火纯青，兽面纹、云雷纹、夔龙纹线条凌厉，布局对称，是极高品质的商代青铜风格。专家通过仔细比对后，最终给出精准结论，那就是这批青铜器是标准的商末周初风格。商末周初，那就是说比老子生活的春秋晚期整整早了500年。500年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唐朝、看宋朝的距离，隔着整整几个时代。到这里，所有线索全部互相矛盾，彻底错乱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一个墓葬地点在老子故里，墓葬规格顶级，浅层器物贴近春秋，可核心葬俗、核心陪葬品、核心年代全部早于老子时代，而且全部和道家思想相悖。一时间，考古队彻底陷入僵局，所有人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墓葬主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埋在老子故里？为什么规格又这么高？为什么处处像又处处不像？就在整个发掘陷入瓶颈，所有人一筹莫展，几乎要放弃猜想的时候，整场考古最大的高光反转来了。一名队员在清理一件核心青铜重器时，拨开泥土的瞬间，一组清晰的上古铭文完整显露了出来。一时间，所有人瞬间围拢过来，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大家心里都清楚，铭文是古墓的最终身份证，是唯一能实锤墓主身份的终极证据。在一旁的专家紧紧盯着器物，语气急促又紧张，追问那名队员说：“上面有没有子字？”全场所有人屏息凝神，目光死死盯着青铜铭文。答案来了，真的有。那个之前让所有人浮想联翩，直指老子身份的关键子字，清清楚楚刻在器物之上。绝望的现场又被点燃了希望。可等大家把铭文完整清理出来后，所有人又瞬间哭笑不得。完整铭文并非老子，而是3个字：长子口。专家当场笑着调侃说：“合着不是老子，是老子的老祖宗长子口是吧？”一句玩笑打破僵局，也彻底引出了墓主人的真正身份。很多观众此刻肯定满脑子问号：长子口，这名字听着怪怪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他和老子的关系又是什么呢？首先，这3个字不是名字瞎组合，每一个字都有严谨的上古礼制含义。第一个字长，这不是长短的长，而是上古神秘方国长国的国号。在商末周初，中原大地上除了我们熟知的商周王朝，还存在无数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方国。长国就是其中实力极强、地位极高的核心方国，它的核心统治区域就在今天的河南鹿邑、豫东一带，是商朝王室直系册封的重要封国，常年向商王进贡，并镇守中原东部疆域。第二个字子，这不是儿子的子，而是商周时期顶级贵族爵位：公、侯、伯、子、男。其中子爵在当时属于高阶贵族和一方诸侯，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份尊贵，地位极高。第3个字口，这是墓主人的专属私名，是上古时期简洁古朴的人名用法，所以连起来翻译就是长子口，说白了就是长国一位名为口的子爵诸侯国君。长子口是一位典型的商周迭代乱世中的政治家和军事首领，他原本是商朝晚期的王室贵族，
同时也是长国国君，掌控着豫东大片疆域。在商周更替、天下易主的乱世之中，他非常会审时度势，在周灭商之后，主动归顺周王朝，凭借他的一方实力与臣服姿态，很快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与重新册封，让他继续镇守豫东陆邑一带，稳定一方疆域。此外，长子口的人体骨骼鉴定显示，他去世时年约60岁，在上古时期属于高手贵族，一生历经商末战乱、周代开国，执政时间长且势力稳固。他兼具军事与礼制的双重身份，既能领兵征战、镇守疆土，又能主持国家祭祀、恪守礼乐制度，这也是他的墓葬同时出现大量兵器与顶级礼器的核心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长子口和老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没有任何师承关系，更没有任何人生交集。长子口是商末周初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方国君主，而老子是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思想家，两者相隔整整500年时光。唯一的关联仅仅是两人恰巧生活常年在同一片土地河南陆邑太清宫遗址，再加上铭文恰巧带子字，才造成了千年的民间误会与猜想。这里还有一个大家感兴趣的冷知识，上古长国长氏族群正是后世中华张姓的始祖源头之一。也就是说，这座大墓的主人不仅是商末周初的一方诸侯，还是如今千万张姓后人的上古先祖。讲到这里，所有疑点全部完美闭环。为什么墓葬规格极高？因为人家是实打实的一方国君。为什么有残酷人殉？因为商末周初依旧盛行活人殉葬制度，时代风俗如此。为什么堆满杀伐兵器？因为诸侯国君需要领兵镇守疆域，征战四方。为什么会有子字铭文？因为子是他的爵位，和老子纯属完美撞字，千年巧合。为什么年代对不上？因为他比老子早整整500年，是地道的商周古人。这座墓从头到尾和老子本人没有半点关系。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遗憾，忙活半天挖得轰轰烈烈，反转不断，最后却不是老子墓，这场考古是不是白忙活了呢？其实完全相反，这场考古不仅没白挖，反而收获颇丰。第一，虽然没有找到老子墓葬，但本次发掘彻底坐实了陆邑太清宫的老子故里正统地位。考古队通过前宫、后宫遗址的系统发掘，清理出大量汉、唐、宋今历代祭祀老子的建筑遗存、石碑题记、砖瓦构件，完整证实了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官方都认定此地为老子圣地，持续祭祀，从未断代。这也是目前所有老子故里争议中证据链最完整、最扎实、最权威的考古实证。第二，这场考古发掘直接填补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巨大空白。以往史书对商末周初豫东长国的记载极少，几乎空白，长国的历史、疆域、文化、传承一直是未知谜团。而长子口大墓的出土，直接用上千件顶级文物硬生生补全了一个消失千年的上古方国历史。最后，这场跌宕起伏的考古，或许也给我们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历史从不是靠猜测、靠传说、靠噱头，历史靠的是一铲一铲的实证，一字一句的推敲。一座看似无比贴合圣人身份的古墓，却藏着完全不同的上古故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子字，却误导了无数人的猜想。时至今日，河南陆邑太清宫依然是目前学界认可度最高、考古证据最足、传承最清晰的老子故里。当然，老子的完整人生脉络、晚年归隐之地、最终归葬之处，依然还有不少谜团等待解锁。但也正是这些未解开的谜题，让考古永远有期待、有探索空间。相信在未来的持续发掘中，更多尘封千年的真相会一步步破土而出，最终还给世人一个最完整、最真实、最清晰的老子文化脉络。好了，本期故事就讲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眼见古今，我们下期视频再见。